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杨杰。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历史学家林满红。这是一部经济视角的晚清史，内容涉及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以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覆盖了清王朝，这场危机是清朝经济衰退的重要外因，也是触发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甚至大于鸦片战争本身。接下来我将分成3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清朝的货币结构；第二部分，19世纪清朝的经济危机；第三部分，清朝知识分子关于货币政策的一场大交锋。第一部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清朝的货币状况。清朝的主要流通货币有2种，银子、铜钱。此外，清朝钱庄发行的一种储蓄兑换凭证，有点像存折，它不记名，谁都可以兑换，所以也像钱一样流通，但出了发行方的信用范围就不行了，这被称为银票。下面来看看它们各自的问题。首先说铜钱，虽然朝廷严禁私铸铜钱，但由于铸造铜钱的技术门槛比较低，一直屡禁不止。此外，为节约制钱成本，清政府允许使用前朝的铜钱。这样对市面上到底有多少铜钱在流通，铜钱与白银的比例是否合格，这些问题朝廷其实心里没数。再说银子，中国本土的银矿稀少，只在云南有一定的分布，更多依赖进口，主要来源有3个：东南亚、日本还有西班牙。所以清政府对于白银供给量也是没有能力控制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很严重。至于银票，发行权在钱庄手里，清政府也没意识到要制定政策来管理，所以政府也没有控制权。铜钱的流通量超过实际所需，白银高度依赖进口，纸币没有，银票也处在政府管控范围之外，这就是清朝的货币流通状况。在这个结构里，起到价值锚定作用的应该是白银，但由于白银进口量不可控，清政府也没有什么货币政策。一旦白银供应出现问题，或者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白银就将外流。没有货币主导权，直接导致了清朝在19世纪前期产生金融危机，进而爆发了鸦片战争，最终影响了清朝国运。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这场危机的前因后果。清朝的白银和铜钱有一个官方规定的兑换比例，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但是这种官方牌价是没法持久的，原因有2个。首先，这是经济学上的普遍规律，当2种不同材质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时候，那么价值高的那种必定会更多的被贮藏起来，逐渐退出流通。这是因为货币流通过程中会有损耗，人都会倾向于珍藏那些价值高的货币来避免损耗。清朝这种银铜并用的情况，必然导致流通领域里银子越来越少，铜钱越来越多，银贵钱贱。注意，这4个字就是本书中总结的清朝后期经济问题的核心。导致银贵钱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白银供给量。明朝末年，大量的美洲白银经西班牙之手流入中国，后来因为欧洲的政治局势，这个供给量减少了，这是明亡清兴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而在19世纪，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作者认为，白银短缺造成的主要影响有4个方面：第一，物价飙升，底层利益受损；第二，鸦片泛滥；第三，税负加重；第四，士兵心想缩水，进而导致战斗力下降。第一个后果不难理解，本来中国流通领域就是银少钱多，现在白银断供了，银与铜的比价从官方定的1比1000一度涨到1比2500，反映到日常生活上，就是以铜钱标价的商品价格飙升，这样就损害了以铜钱为主要收入的方式的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导致他们的支出增加，生活困顿，最后沦为流民。
第二个结果，鸦片问题，这是本书的研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作者分析认为，英国也受到了世界白银减产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法再像以前那样拿出大把银子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了，甚至英国本土还向印度殖民地倾销棉花，吸纳东印度公司手里的白银。这样，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只能采取以物易物，东印度公司用来交换的就是鸦片。随着鸦片在中国的畅销，中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甚至要搭进去更多白银，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白银的短缺。所以作者说，传统观念把鸦片看作损害清朝经济的罪魁祸首，而其实19世纪的白银减产才是真正的根源。第三个结果是税负加重。清朝的税收是只收白银的，而百姓交税，银价上涨，即使税率不变，纳税人也要付出更多的铜钱来兑换白银。这就在事实上导致了税负加重，导致许多地方立刻陷入贫困。第四个结果是，军队的实际薪饷缩水，士兵的工资是由铜钱支付的，而且是按1000文铜钱换1两银子的官方比价。但当实际汇价达到25:1的时候，士兵也陷入了贫困，导致战斗力的迅速坏朽，也跟这次白银危机有关。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讲讲道光年间中国知识界一场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思想交锋。19世纪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对朝廷这场金融危机的认识更深刻，他们很早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江苏生员王流刊印了一本《钱币邹言》，引起了无数回应。王流的建议主要是建立政府主导的货币主权，用国家发行的纸币代替市面上的银币，同时发行大额的铜钱，以解决白银短缺危机。政府的税收和给官员发放的工资也由纸币支付，以此增强纸币的信用。王流没有中央银行的概念，他建议由钱庄票号代为管理。王流的建议引发了正反两方面的反响，卷入这场讨论的有林则徐、穆彰阿、龚自珍、魏源等清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家、学者。支持和反对王流的两派都没有能力得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并且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动机。但是从辩论达到的深度看，这次交锋实现的是在中国经济思想领域缠斗了2000年的理念交锋。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主义究竟谁是谁非？朝廷的态度分为前后2个阶段。起初，朝廷采取的是延续旧办法，不做改动的立场。表面的理由是道德层面的，认为朝廷发行纸币会让小人有机会钻空子发财，败坏社会风气。但是真正的原因更可能是技术层面的。朝廷知道，在不掌握白银和铜钱的流通数量、白银和铜钱的合理比价的情况下，贸然行事只会导致变乱，所以朝廷宁愿认可放任自由的货币立场。为了补充国库，清政府还在私人开矿、海运、漕运、盐业专卖等领域采取了一些宽松政策。看起来市场自由主义占了上风。然而从1853年开始，风头又变了。拉美各国在赢得独立之后逐渐恢复白银开采，截至这一年，世界白银供给量基本恢复到了18世纪后期的水平。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外国市场对中国生丝等商品的需求也迅速恢复。清朝摇摇晃晃地度过了危机，朝廷又有了钱，所以经济改革的需求也就不那么迫切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担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崛起的地方武装尾大不掉，清政府的政策又转向了国家干预主义。从1853年开始，政府发行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和大额铜钱。虽然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自古只重视农业的传统被打破了。政府开始深深介入到了工商业中，国家控制厂矿企业和金融企业成为主流。如果要给19世纪的中国货币争论判一个胜负的话，虽然国家干预主义最终胜出，
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才通过建立交通银行、互补银行，逐渐建立现代货币制度。可是这个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以上就是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杨杰，我们下期再会。